历史有时候拥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对称美。在中国漫长的权力游戏中，有2位站在巅峰的女性统治者，一位是大汉的吕雉，一位是大唐的武则天。他们之间相隔了近900年，但如果你解剖他们的上位史，你会发现一个惊悚的共通点：他们通往龙椅的台阶都是用儿孙的骨血铺就的。武则天为了夺权，在史书的记载与野史的传闻中，背负着掐死亲女、逼死亲子的残酷嫌疑；而吕雉为了保全，把亲儿子汉惠帝下废，把亲孙子少帝游杀于永巷。在绝对权力的逻辑里，子宫不再是孕育生命的温床，而是生产政治零件的工厂。当这些零件哪怕是亲生骨肉出现由于自我意识导致的系统误差时，这2位母亲做出的选择竟然分毫不差，格式化、删除、重启。今天我们回到公元前184年，去看看那个被奶奶幽禁在深宫，像抹去灰尘一样无声处理掉的少年皇帝，以及那个在酒桌上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刘家复仇者。上一集我们讲到，汉惠帝被人质吓死之后，大汉系统的 CEO 位置空了出来。在进入那场荒诞的造人剧之前，我想先为刚刚离世的汉惠帝刘盈说一句公道话。在史书冰冷的笔触下，他常被描绘成一个懦弱的傀儡，一个被母亲吓死的废物。但如果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拉近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年轻人或许是大汉帝国初期唯一一个还保留着人性温度的人。他为了救异母弟弟赵王如意，不惜充当人肉盾牌，同吃同睡几个月。他为了救叔长兄齐王刘肥，不惜在酒宴上以命相护，顶撞他那恐怖的母亲。甚至面对那个被强塞进他被窝的亲外孙女皇后张嫣，他选择了用不再碰她来守住最后的人伦底线。他不贪色，不嗜杀，宽厚仁爱。如果把刘盈放在一个成熟的盛世，比如像唐太宗李世民打下江山后的贞观时代，让他做一个守成的君主，那绝对是一代人君，是天下百姓的福气。遗憾的是，他的善良生错了时代。他是一只温顺的羊，却被扔进了一个狼群撕咬的斗兽场。在吕雉这种顶级掠食者的法则里，善良不是美德，而是软弱；人性不是光辉，而是破绽。汉惠帝的死不仅仅是一个年轻人的早逝，它象征着大汉宫廷里最后一丝温情的熄灭。从他闭眼的那一刻起，未央宫彻底变成了一座没有温度的政治屠宰场，而这种冷血立刻就报应在了他的身后事上。吕后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，系统的合法性断档了，因为惠帝的皇后张嫣肚子一直没有动静。这里必须插入一个横向的历史背景，这可能是汉朝最荒诞的系统乱码。张嫣是谁？她是吕后的亲外孙女，也就是鲁元公主的女儿。吕后为了亲上加亲，为了让吕家的血统彻底锁死皇位，强迫舅舅汉惠帝娶了外甥女张嫣。汉惠帝虽然软弱，但他还有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底线，他至死都没有碰过张嫣。直到张嫣死后入殓，宫女们才发现这位大汉皇后至死依然是处女之身。10载后无子，阳痿有身。张嫣没有孩子，只能假装怀孕。为了解决这个 bug， 吕后导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惊悚剧。她找了一个身份卑微的宫女，这名宫女怀了汉惠帝的私生子。等到孩子一出生，吕后立刻杀掉宫女，把孩子抱给张嫣，宣布这是大汉帝国的嫡长子。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少帝刘公。在吕后眼里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孙子，甚至不是一个人，这只是一个为了修补系统漏洞而制造出来的生物组件。只要他乖乖坐在龙椅上当图章，系统就能稳定运行。但吕后忘了一件事，机器不会长大，但人会长大。随着少帝刘公一天天长大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宫廷里的流言蜚语像风一样钻进了他的耳朵。这里的每一堵墙都有耳朵，每一阵风都带着秘密。终于有一天，这个几岁的孩子知道了真相，坐在太后位子上的那个女人根本不是我的母亲，真正的母亲已经被那个叫吕雉的老太婆杀掉了。那一刻，少帝的世界观崩塌了，但他毕竟太年轻，太幼稚，他犯了所有政治新手都会犯的错误，在没有实力的时候亮出了獠牙。后安能杀吾母而明我，我未壮，壮即为变。太后怎么能杀了我的亲妈，还把我当成她的儿子？等我长大了，我要发动政变，把你们全杀了。这句话是少帝作为一个人最真实的愤怒，但这对于吕后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系统警报。吕雉是什么人？当他听到这句话时，他的反应不是安抚，不是解释，而是瞬间动了杀心。在他的逻辑里，既然这个零件坏了，那就报废它，换个新的。大汉帝国只需要一个签字的傀儡，不需要一个复仇的哈姆雷特。
吕后的手段简单粗暴得令人发指，她先是把少帝囚禁在永巷，没错，就是当年关押戚夫人的那个皇家监狱，也是大汉皇室的噩梦之地。然后他对外发布了一道诏书，宣称皇帝精神失常，无法治理天下，始在帝废位，太后忧杀之，废黜，幽禁，杀害。没有人知道少帝在死前的那个夜晚经历了什么，也许是毒酒，也许是白绫。一个拥有最高名义的大汉天子，就这样像一只蚂蚁一样被他的亲奶奶捏死了。随后吕后又从皇室里找了个叫刘弘的孩子，立为新皇帝，换个马甲，游戏继续。但吕后不知道的是，这次删除操作彻底摧毁了大汉帝国的神圣性。刘氏宗亲们看在眼里，他们意识到防火墙塌了。以前杀赵王、杀戚夫人可以说是宫斗，现在连现任皇帝都敢杀，说明吕后已经疯了，她已经把大汉当成了吕家的私产。恐惧的极限往往就是愤怒的起点。就在少帝死后不久，一位叫刘璋的年轻人带着刘邦遗传下来的流氓与血腥走上了舞台。刘璋封号朱虚侯，他是齐王刘肥的儿子，刘邦的亲孙子。大家还记得上一期里那个差点喝毒酒喝死的刘肥吗？刘肥窝囊了一辈子，认妹妹当妈，割地求饶，但他的儿子刘璋是个硬茬。刘璋只有20岁，身强力壮，血气方刚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身份非常特殊，他的老婆是吕禄的女儿，也就是说他是吕家的女婿。这层身份让他能够混进吕后的核心社交圈。公元前180年的一天，吕后在宫中摆酒宴请群臣，这本是一场无聊的家族聚会，大家都要假装开心，给老太后磕头，但刘璋决定要把这潭死水搅浑。入席后，刘璋主动站起来向吕后敬酒：“臣为将种，请得以军法行酒。我是武将的后代，请允许我担任今天的监酒官，用军法来监督大家喝酒。”吕后笑了，她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助兴节目，随口答应。可这一个可字成了吕后晚年最大的失误，她忘了酒桌是人情，但军法是杀人。这场景像极了当年的鸿门宴，只不过角色互换了。当年是樊哙闯进项羽的军帐，用吃生猪肉来保护刘邦；今天是刘邦的孙子刘璋站在吕后的宫殿里，用军法来猎杀吕家人。刘璋先是请求唱一首歌，这首歌叫《耕田歌》，每一句都是政治黑话。深耕既种，立苗欲疏，非其种者，除而去之。我们来翻译一下，深耕既种，当年我爷爷刘邦打天下，分封了大量的刘氏子孙，种子撒得很密。立苗欲疏，现在朝堂上太拥挤了，被外戚挤满了。最狠的是最后一句，非其种者，除而去之。凡是那些不是刘家好种子的杂草都要铲除掉，这是赤裸裸的死亡预告。杂草指的就是在座的吕氏族人。吕后听懂了，在座的文武百官都听懂了，空气瞬间凝固。吕后的脸色很难看，但在酒桌上她不好发作，毕竟是自己答应让人家助兴的，沉默就是默许。就在这时，机会来了，一个不长眼的吕氏族人喝多了，觉得气氛不对，想提前离席。这在平时不算大事，但在今天，刘璋二话不说，提着剑就追了上去，在大殿的门口，当着所有文武百官和吕后的面，手起刀落，一颗人头滚落在地，鲜血溅到了红地毯上，全场死一般的寂静。刘璋提着滴血的剑，转身回到吕后面前，平静地汇报：有一人讨酒，臣谨按军法斩之；有一个人当逃兵，我按照您批准的军法把他杀了。这一刻是吕后一生中罕见的宕机时刻，她看着地上的尸体，那是她的族人；她看着面前的刘璋，那是那个想要复仇的刘氏种。她想杀刘璋吗？想疯了。但她能杀吗？不能，因为军法是她亲自批准的。如果她因为刘璋执行了军法而杀他，那就是推翻了自己的命令，就是当众打脸。刘璋用一套程序正义，也就是军法，攻击了吕后的潜规则，也就是吕家人不能动。他是在用系统的规则来攻击系统的管理员，而且他赌赢了。实载太后虽恶之，以上军法许之，无以罪也。这场酒宴最后不欢而散，但那一剑砍断了长安城上空的恐惧枷锁。刘璋走出了宫门，阳光刺眼，少帝刘公死了，死在黑暗的永巷里，像个被系统删除的错误文件。朱虚侯刘璋活下来了，带着满身的血腥味，成了那个植入病毒的黑客。这不仅仅是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分叉，这是大汉帝国即将变天的信号。少帝的死耗尽了吕后统治的神圣性，刘璋的剑刺破了吕后统治的恐惧感。当神圣性与恐惧感同时消失时，吕雉的时代其实已经结束了。他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在那张冰冷的龙椅上等待死亡的倒计时。